你看啊，都车玻璃都冻成了这样，北方就这样啊。如果放在室外的话，就必须要除这些冰了。现在我们来到了一片非常漂亮的公园啊，一个私人领地。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来着？Long Hall Park。哦。哦，是这个地方。这个字我都不会念啊，叫 No Hall。OK No Park。这里面有很多的，这是鹿吗？鹿。我看好像是有驯鹿，有看长角的那种。鹿，应该可以听到。哦，前面就有一个城堡 ，castle。这里应该可以听。完全打开。这里可以听。这是volunteer，他写的 volunteer。但是，我们要听得上的，残疾人听不上的。像这种的话，以前可能就是一个贵族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 king 的那个什么。对，就是那种城堡啊，就他们家啊。这位可以。它这里边有好像360多个房间。哦。刚好每一天的日子可以住一趟。360。嗨，大家好，现在来到一个叫 No Hall Park 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以前的一个王啊，他的一个城堡或者一个家，属于一个会员制的公园。这个就真的是非常英国了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以前可以在电视上面什么地方看到的，就这种。这一对小朋友啊，他们集体来参观，拎着他们的便当盒子，应该是到这边来野炊的吧。哇哦，好玩。好。就它这种乡村的景色呢，跟普通的农村是不一样的。它是有一些文化，对，有历史，而且有一些贵族的那种气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它跟那种我们中国看到一部大农村完全是不同的。你要在那个就说那个越rich的地方，对，它的那种氛围就不一样。你越poor的地方，越穷人的地方，它又有那种，它就是，是吧？对。所以在英国，它为什么贵族跟平民，它就是因为它不是说，你像现在中国也有啊，讲贵族啊，讲什么，这个不是说你跟你钱跟你什么那些，它只是一种血脉跟一种那个。对。贵族他就有贵族的那种气势。对。跟那种教育。也不穷人，你他妈的哪有教育，哪有受得了那些呢？对不对？对。实在这个不容易，这个也是他们真正也是千百年来了啊，也是很长一段历史。而且真正的英国人，他其实这边
他们也是从那个别的地方来的，欧洲地方来的，对吗？所以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欧洲的文化，就是一个，但是到了这边呢，又自己独自发展了。像我们来讲，就是中西方文化。对。这个就是欧洲就代表着西方文化。对。你看啊，这个城堡，这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或者说一个庄园，但是它不是一种有钱人的庄园，它是一个贵族的庄园，或者说是一个王的庄园，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拥有的它的领地啊，就是一整片的地方，现在依然是私人的一个领地，所以它把它开放出来呢，变成一种收费的，需要 membership 才可以进来的一个地方。当然你没有 member 的话，也可以通过买票来。可以看到这样平整的草地上啊，那边有好多的路在那个地方，很多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来感受这种气氛。但是我们是没找人。也来过呀，没有这样进来。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啊！是啊，非常好。你看这走，然后还有我们晚上黄昏的这时候走，然后看太阳下山，那边这个景红红，哇，好漂亮也是。对。然后我们经常吃完饭呢，那就走过来这边。它这个呢，就是，所以它这个空气啊，这些好就这样。它离这个就是刚刚你们应该是 Seven Oaks 这条主街很近啊。是啊，我们那里经过主街，走的主街那也就30分钟了。走过来。好多车行都开去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对，我觉得这个挺好。你看这边有好多路呢。对。打高尔夫球的。对，我看到有那个 course， 有那个球场。对。看到这些小朋友啊，穿戴整齐，在老师带领下面来到这样的庄园里面啊，在草地上，所以这种环境呢，造就人呢。你看啊，这边有好多的鹿，就随便放养，就可以近距离的跟它接触啊。这跟在加拿大看到很多大鹅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这都是非常的热爱这种自然环境的这种文化。然后前面呢有高尔夫球场，很多人在里面开球。你看这个鹿呢，应该是一种驯鹿啊。你看那种应该是雄性的吧，那种成年的鹿啊，就长角。这个角呢，真的还是像2把扇子一样啊。但是如果再长得再大一点的话，就会很重了。
就来到了一片草原一样的感觉。从这边望过去啊，前面呢就是这个庄园了。这个城堡据说呢有300多个房间啊，就每天住1个房间，1年不会重样。哎，这种环境啊，真的别的地方没有的。啊？别的地方不会有这种环境的，而且就在居民区的附近啊。对啊，对那个对，餐馆走过来5分钟。对，因为这次去温哥华啊，当然也包括那个多伦多那边，整个自然环境也是不错的。比方说那边也有很多的公园，它有很多的大雁啊，就那边就大雁比较多，当然也有很多的野鸭啊这些东西。但是呢，像那么多的这种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好像又上了一个台阶那种感觉。那边还有很大的，这走一圈呢，我跟他走一圈，差不多要几个钟头。哦，半天要走。对，那边呢也是人少地多，而且那边的人也是受那个英国文化的，这实际上传承，应该是传承。所以你说加拿大没文化，我觉得不对的，因为他就是从英国来的。对，美国也是啊，对，英国人过去的。对。就在那。这种都是这边的。其实你说英国，他那个时候，他那个叫做日不落帝国，他那个时候还真的，哎，说你带了。但是我觉得吧，这个是他的文明发展到一个高度，就有些东西自己就放弃了。他也是你说的掠夺，但是他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也是，你看香港也是。对啊。香港你说要不是英国在那里，对啊，管理啊、统治啊，他搞不到这么样。然后往那边走也很漂亮。好。英国人生活打高尔夫啊，喝下午茶呀。对。然后工作呀，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种享受。那么中国人去工作呢，就是一种为了养家糊口。你看老外70、80岁了还在那里干活，他就是一种叫做体验自身价值。很多呀，但是你还干，不干，他就不干，死得更快。对。这边呢就已经是高尔夫的球场赛道了，从这边发球，这是7号赛道。整个非常的开阔，非常的占地大的一个高尔夫球场。这边没有像中国这种电动车，他们就是自己推着他们的球车，自己走路。这是一种自助式的高尔夫球运动方式。
这一路呢，从那边走过来啊，就是在高尔夫球场的边上，看着打球的人呢，都上点年纪啊，就推着他们自己的球包车。走到这边呢，就有这种树木熏林啊，就是那种老树，很粗壮的这些大树啊，保留下来。你看，有些木头呢就被枯死在这边了啊，那么寿终正寝，就倒伏在这边，应该是有意把它砍下来的，就怕它自己某一天突然就断了，砸到人。这里呢又有一群小鹿。今天早上还在我朋友家的后院看到2只狐狸啊，我还以为是他们养的狗，其实不是，就是野生的狐狸经常会窜到后院里面。所以这边的人呢，跟动物也是保持着一个非常亲密、亲近的关系啊。你看这些小鹿们，这个小鹿也很有意思啊，各种颜色都有，好像也不是那种纯种的。所以人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啊，他就慢慢会把这个心胸变得会不一样的。我说人呢，在这种环境，对吧？还有人跟人之间那种比较亲密的这种关系，就你人实际上的心情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其实中国人呢，并不是天生就是大家互相之间搞来搞去的。他如果到了这种地方待久了，他受到这边影响，他也会变成差不多的人。他一定是这样子的。对，他环境会改变人的。但是你在那个环境、那种氛围底下，他就必须从众嘛。但是你来了这边，也有一部分人找到感觉了，他就变成这边的一份子了。而且你看啊，这边的公园，它没有做太多人为的干涉，比方说弄很多栏杆啊，弄很多草坪给你铺平啊，它就是自然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这边呢有非常好的这种环境啊，然后呢也有很好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就是随意的走走，有一种纯化心灵的作用啊。这边的一个小湖啊，看着有点结冰的感觉。对，这边最冷的时候应该是现在，还是比这个还要再晚一点？还冷。对，比这还要冷。应该还要再冷一点。对。人家4、5度还要冷。对。好像最冷到。这已经一层薄薄的冰了。对。这已经结成薄冰了。但总的来讲，它那个最冷的时候，那个伦敦那个什么那可以滑冰嘛，那应该有零下10几度了。都可以滑冰啊。对。睇嗰個咩以前倫敦嗰度嗰個皇宮前面嗰個 park 嗰度就可以滑冰。我哋廣州在那邊看兩個野雞。这个很漂亮。对啊。哇，这2个野鸟、野鸡啊，这个长得非常的漂亮的，你看没有？对啊，这应该是一对啊。
刚才也问了一下我的朋友啊，就这边的气温呢，冬天最冷的话，应该也不会超过零下10度啊，一般零下4、5度就会觉得比较冷了。但今天呢，应该是在零下1度上下。但是整个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很有意思啊，草都是绿的，但树呢都秃了，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苍凉的感觉。而且这个公园呢，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理，它就是保持这种原始的状态啊。那其实这种状态呢，更符合它原来的本来的面目。所以人呢，就是应该跟自然的本来的面目，就是应该相和谐才对啊。就未必要去做那种一定要以人定胜天那种改造自然，最好呢还是跟自然去和谐共处会比较好。而且人类呢，也不能过多的去索取，为了自身的繁衍，不断的去向土地要粮食，不断的要去榨取资源。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会把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环境破坏掉，那最终呢一定会遭到反噬啊。所以这些环保的理念还必须要深入人心才对。你看啊，就像这样的树木，它枯萎，你看这棵只剩了一个根，它什么时候死亡？然后呢，它再经过一个轮回啊，因为它死掉的那些木头，它就会腐化，最后呢，它会融入到土里，变成一种营养、养分呢，又会催生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植物的生长。所以到一个新的地方啊，尤其是到那种跟我们平时生活的环境不一样的地方来走走看一看，就会受到一些震撼，也会引发一些思考。不仅是思考自己人生的路该往哪里去走，同时呢，也会想到我们的后代们，他们将要何去何从。这个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吧。所以原本呢，只是想着到伦敦就看看那种城区里头的以前留下来的历史建筑等等。但是我觉得更有意义的，其实就是这些真正代表生生不息的这种英国文化的乡村保留下来的自然环境，还有在这些自然环境当中行走生活的人们。这个也算是这次来英国，今天仅仅是第一天啊的一些感悟。所以非常感谢我的朋友能够带我到这边来，发现一些原汁原味的当地的文化，一些平时我们很少接触的原始风貌的这种公园，以及它背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好了，那我们呢今天就在这个 NoHo 这个公园里面散散步，看看景，做一些小小的思考，抒发一些感悟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大家也会喜欢。我们下一段行程再见，拜拜。